赵丽颖、后文媛担心恋人即将开拍，期待值拉满。夏日打卡季节来临，赵丽颖与后文媛将联手出演新剧《担心恋人》，这对新鲜组合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赵丽颖的演技是否被高估，咱们就不再多提，毕竟她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过，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单纯归结为情商的高低，更多的是素质的差异。例如，若领导让我采购，我完成了后再向他索要费用，这被视为情商不够。但如果我直接来一句浪里马，不给钱，带你 M， 这算不算情商问题？有人质疑，你不喜欢，为什么还要写？老实说，我还是蛮欣赏后文媛的，尽管在《乔家儿女》中，她饰演的渣男让四美哭得我心如刀绞，但她确实帅气。在《乔家的儿女》中，后文媛饰演的戚成刚完美诠释了角色的复杂个性。他帅气多情，在婚姻中屡屡出错。后文媛通过细腻的表演，展现了戚成刚内心的挣扎与愧疚，同时也传递出他面对诱惑时的软弱，让观众又气又恨，同时也记住了这位有演技的年轻演员。在《以美之名》中，他和姚晨的搭档也同样亮眼，两人与对手戏的默契配合 ，CP 感十足。后文媛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角色的魅力，赢得了不少观众的青睐。他的形象阳光帅气，演技灵活多变，能够在不同类型的角色间自如切换，是年轻一代演员中的潜力股。担心恋人讲述的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，两人在剧中如果能上演一场浪漫的时空之旅，定会有超多精彩的对手戏出现，比如时空交错间的邂逅与面对重重困境时的不离不弃。让我们期待这对梦幻组合为观众献上一部出色的爱情大剧吧。赵丽颖与后文媛联袂主演的新剧《担心恋人》即将开拍，消息一出，立刻引发网友热议。作为一位一直在挑战自我的实力派女演员，赵丽颖此次与新生代演技派后文媛合作，无疑是一场令人期待的时空对撞。从题材来看，这是一部涉及穿越与爱情的剧集，若剧本扎实，两位演员默契配合，或将成为2025年最具话题度的爱情剧之一。赵丽颖的演技早已获得观众和业内的双重认可，从花千骨到幸福到万家，她不断拓宽戏路，在角色中注入独有的真实与张力。尽管外界有时会对她的情商或言行有不同解读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她在表演上的投入和敬业精神始终如一。这一次，她将如何演绎一段跨越时空的情感纠葛，令人充满期待。而后文媛则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，她在《乔家的儿女》中塑造的戚成刚一角让人印象深刻，那种既让人气愤又令人同情的复杂性格，被她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而在《以美之名》中的表现也颇具质感，与姚晨搭档展现出成熟的 CP 感。她的形象阳光，演技灵活，既有颜值，也有实力。对于担心恋人来说，最大看点之一就是两位演员的化学反应。如果剧中能展现出一场从相识、误解、相知到生死相依的时空之恋，那种你在过去，我在未来的设定，本身就极具情绪张力。再加上赵丽颖一贯细腻的表演，以及后文媛对复杂情感的把控力，观众自然期待值拉满。从目前来看，这部剧最大的挑战不是演员，而是剧本与叙事节奏。穿越题材已非新鲜，要想出圈，剧情必须要有新意，人物要立得住，情感要打动人心。但只要剧本质量过关，担心恋人就有望成为继与凤行之后赵丽颖的又一代表作，也有可能成为后文媛突破圈层的关键一役。总而言之，担心恋人不仅是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全新合作，也是观众对高质量国产剧的一次新期待。希望这部剧能带来感动与共鸣，也期待赵丽颖与后文媛带来更多惊喜。看了造成者原型的故事，才懂庆余年导演为什么会选择赵丽颖。这次赵丽颖的新剧《造成者》一经推出，原型竟然是个男性角色，这真是让人瞠目结舌。
你要知道，女改男的改编不少见，但男改女却是相当罕见的事。这反映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即便我们已经步入21世纪，女性仍然在社会中被忽视，甚至有失语的问题。然而，《造成者》这个剧的原型故事，导演将其改编成大女主剧，完全突破了传统观念，展现了极大的勇气。造成者的核心内容来源于朱晓军的报告文学作品《中国农民城》。这种文体以真人真事为基础，塑造艺术形象，阅读起来就像是新闻报道，因为其中充满了真切的事实。正因如此，这种年代剧才需要这些真实的元素，只有这样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。《中国农民城》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励志故事。书中的人物多由朱晓军亲自采访，很多都是男性角色，尤其是其中一位关键人物陈定牟。他是龙岗镇的原镇委书记，带领村民们从零开始建设城市，至今这段历史仍然令人热血沸腾。陈定牟不仅主动去到经济状况不佳的龙岗任职，更是创造了龙岗速度。这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，毕竟中国的速度是全球知名的。而龙岗的成功离不开陈定牟的领导与奋斗精神。想想看，龙岗本是一个小渔村，陈定牟却把它从滩涂变成了城市。一开始，当人们听说陈定牟要用农民自己动手建城时，根本不相信，甚至觉得他是疯了。但是陈定牟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最终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他带领团队走访了57个村子，为了筹集资金，动员农民参与城市建设。这个过程艰难至极，不仅农民怀疑，就连上级部门也不支持他，曾以违背城市建设规范为由对他施压。但陈定牟毫不退缩，不仅喊出了砸锅卖铁也要修路的口号，还敢想敢干。1984年，陈定牟开创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。1985年，第一条12米宽的混凝土主干道建成。面对农民对城市户口和商铺的需求，他实施了一个当时看似非常大胆的政策——梯度移民。只需缴纳5000到2万元土地使用费，农民就能获得宅基地和城镇户口。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后顾之忧。虽然看起来有些荒诞，但这个政策不仅保护了农民的权益，还在短短3年内筹集了2700万元的建设资金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陈定牟在城市建设中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，而不是利益最大化。他从未追求个人私利，自己生活简朴，甚至有一次台风过后，他还穿着破旧的鞋子帮助运粮，村民心疼地送来新鞋，他却婉拒了。陈定牟的为民清廉态度，使得他赢得了村民的真心拥护，大家甚至有一句口头禅：陈书记家的门，连送礼的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这种清廉无私的形象，在当时的社会中相当难得。到了1986年，龙岗镇政府办公楼建成，按理说作为领头人的陈定牟应当享有一个宽敞的办公室，但他却主动让出这间办公室，自己只待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中。对于城市的发展，陈定牟积极把握每一个机遇。1985年，中央政府出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的政策，他立即利用这一政策吸引外资。1986年，他还邀请人民日报记者采访，成功将龙岗的名声打响，吸引了大量海外华侨投资，进一步推动了龙岗的发展。看到陈定牟的故事，很多人可能会对赵丽颖出演《造成者》的女主角感到困惑，但如果你了解赵丽颖的成长经历，就会发现她和陈定牟身上有许多相似之处。赵丽颖在娱乐圈的成功，并非依靠强大的背景和资本，而是凭借个人的努力和坚持。从一个普通人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明星，这一点与陈定牟从贫苦渔村的书记崛起如出一辙。相比那些从小生活优渥的明星，赵丽颖可能更能体会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。赵丽颖身上那股拼劲和韧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陈定牟也是凭着无畏的拼劲，才得以将滩涂变成城市。
赵丽颖曾因圆脸被嘲笑不能演主角，但她从未气馁，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。陈定模同样在一片质疑声中坚韧前行，最终实现了他的理想。虽然赵丽颖和陈定模的身份差异巨大，一个是娱乐圈的顶级明星，一个是历史中的书记，但他们共同的特质是无畏与坚持。这也是导演选择赵丽颖来出演《造成者》女主的原因之一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剧的导演也是《庆余年》的导演，他能将复杂的男性权谋故事拍得如此精彩，相信他在《造成者》中同样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。看懂《造成者》的原型，才明白赵丽颖为何是最合适的选择。当《造成者》曝光原型竟是男性角色时，很多人一头雾水，男主改成女主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性别置换，而是导演在人物精神内湖上的一次重塑和再诠释。而当这个女主角由赵丽颖出演，一切就显得合理而震撼。原型陈定模是改革开放初期龙岗的带头人，一个从贪图渔村中带出城市速度的基层书记。他敢想敢干，砸锅卖铁也要修路的豪言壮语，为百姓争取权益不计个人得失的执着，令人敬佩。而赵丽颖从农村女孩到顶流女星，一路走来也从未靠背景，而是靠打拼。她的成长轨迹，某种意义上是精神共鸣的最佳人选。赵丽颖之所以打动人，从来不是华服加身的虚妄包装，而是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不断打破桎梏的闯进。从花千骨的纯真少女到幸福到万家的倔强农妇，再到如今挑战造成者中女性版陈定模的强悍气场，她走的每一步都在拓宽女演员的可能性边界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造成者改编自纪实文学《中国农民城》，全篇以纪实为主，以情感为骨，而这恰恰需要演员不仅有演技，还要有接地气的信服力。赵丽颖身上那份踏实、不做作、不悬浮的气质，早已成了她的签名能力。有人质疑她如何诠释男性视角的角色精神，但正是这次女改男的设定，让造成者变得更具时代意义。女性不再只是温柔的陪衬，她们也可以是引领建设、改变命运的核心力量。而赵丽颖无疑是这股力量最有代表性的诠释者之一。更何况，执导本剧的导演正是拍出《庆余年》的张若昀团队，对权谋加群像的把控已达炉火纯青。想象一下，这样一个充满雄性力量的故事，由赵丽颖来打破界限，是不是更有张力？赵丽颖不是复制型的女主角，她是创造型的女演员。造成者对她来说，不只是一个新剧，更是一次人生角色的跃迁。我们拭目以待。王一博400多天没拍戏，看秀却秒登全球热搜，让人见识到他的地位。现在可以说是影视寒冬，很多明星不进组，粉丝们都着急的不行。但是到了王一博这里，粉丝的心态却是非常稳定的。起初还觉得怎么会不急着自己家偶像进组，但是看到王一博仅仅是参加一个时装周看书活动，就能轻而易举地登上世界热搜，也算是带人见世面了。王一博还没有出现，秒登泰国趋势第1，全球趋势第7。王一博作为香奈儿的品牌形象大使，自然而然会受到时装周的邀请。本以为作为一个400多天都没有进组拍戏的人，这一次会没有多少人关注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王一博都还没有露面，王一博看秀这个话题就立刻登上了泰国趋势第1，与此同时也登上了全球的趋势第7。在内娱艺人总是被海外明星碾压的时候，王一博可以说为内娱争了一口气。不仅仅如此，王一博的热度如此之大，他在香奈儿这一次的看秀待遇也非常好。卷毛王子，香奈儿的门面。要知道，能够邀请去到国外参加时装周的明星，基本上都是形象不差、热度不低的。而王一博也是2年内第8次出席香奈儿高定时装周的明星。作为亚洲首位如此高频率参加时装周，基本上不缺席香奈儿举办时装周每一场活动，
可以说是非常需要他来充当门面了。王一博这一次搭配的是一件黑色的小香风外套，里面是白色的衬衫。因为是黑白两种比较常规的颜色，所以王一博这一次的造型是前所未有的创新，将头发弄成卷发，蓬松的卷度，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造型增添了几分洋气感。这一个造型一出现，王一博卷毛王子的话题立刻冲上了热搜，创造了非常高的阅读量。甚至王一博的造型可以说是碾压了国外众明星，轻而易举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创新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造型。王一博被法国的 Vogue 杂志报道，并且做出了极高的赞扬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在3月份时装周王一博的生图被吐槽之后，这一次王一博的状态可以说是让人眼前一亮了，非常清爽大气。作为一个400多天都没有进组的男明星，又是顶流之一，却能在仅仅看一个秀柱带来这么高的热度和吸引那么多人注意，他靠的是什么？私生活干净，不乱接戏，不随波逐流。顶流因为某些私生活作风的问题而跌落神坛，口碑一落千丈的情况数不胜数。但是到了王一博这里，完全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，因为他的私生活格外的干净。在他爆火以来，恋情方面的问题基本很少见到，被拍到不是骑摩托比赛，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运动。或许很多顶流火了之后就飘了，开始肆无忌惮地谈恋爱，并且还不负责任。但是到王一博这里，爱好才是他看重的东西。除了私生活作风没有任何问题之外，最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的接戏思路。虽然说作为顶流，基本上都要通过频繁进组维持自己的知名度和热度，但是王一博却不选择随波逐流。他没有乱接戏，他的接戏思路都非常的稳，不会为了流量热度接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戏，比如偶像剧。偶像剧题材的确能够通过炒 CP 或者其他方面来维持自己的热度，但是对于演技并没有很好的体现。而王一博为了更好地展现出自己的演技，接的戏基本上都是正剧类型，不管是电视剧也好，还是电影也好，王一博都成功地刷新了大众对他顶流演技不好的刻板印象。在追风者之后，王一博被贴上了有演技的顶流的标签，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王一博不着急进组的原因。没有遇到合适的剧本，胡乱接戏，其实才是对自己演艺生涯的不尊重。像他这一种不为了接戏而接戏的作风，属实让人大开眼界，完全就是流量明星中的一股清流。再加上他在不拍戏的过程当中，一直努力地维持好自己的脸部状态和身材，所以很多粉丝都愿意对他不离不弃。王一博不拍戏却不掉粉，流量偶像的清流典范。在当下娱乐圈影视寒冬的背景下，不少明星因长时间未进组拍戏而热度骤减，然而王一博却以400多天未拍戏之姿，依然稳居流量之巅，仅凭参加一场时装周就成功登上全球热搜，成为现象级艺人。这种稳而不躁的状态，恰恰折射出他作为新时代青年艺人的清醒与自律。王一博的热度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影响力与正面形象之上。此次出席香奈儿高级定制时装秀，不仅以卷毛王子的造型引发讨论，更获得 Vogue 法国版的高度评价，足见其时尚号召力早已走向国际化。他的出场令无数网友感叹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流量，不靠炒作，不靠绯闻，仅靠实力与品格赢得大众尊重。更值得称道的是，王一博的私生活极为清洁。在娱乐圈频频因私德问题引发争议的今天，王一博始终保持低调专注。他没有因名利而浮躁，不以恋情维持话题热度，反而投身于摩托车、运动等热爱之事，用实际行动诠释热爱及人生的生活哲学。在接戏方面，他也展现出难得的理性与敬业精神。面对偶像剧、流量剧的诱惑，他并未盲目迎合市场，
而是坚持挑选符合自身发展方向、能够锤炼演技的作品。从风起洛阳到追风者，他用作品一步步刷新大众对流量艺人的刻板印象，逐渐赢得有演技的顶流这一殊荣。可以说，他并非不愿进组拍戏，而是更在意剧本的深度与角色的厚度。这种不为进组而进组的从容，恰恰彰显了他的职业格局与艺术追求。如今，王一博不仅是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偶像，更是时尚圈的宠儿与演艺圈的清流。他以专注、自律、坚定的态度，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。他用行动证明，真正的明星不仅仅靠曝光度，更靠内在修养与长远目光。在流量泛滥、热搜变质的当下，王一博无疑给娱乐圈带来了一股久违的清流气息。他的成功是才华与人品共同打磨的结果，也是当代青年艺人应学习的榜样。未来可期，值得期待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